他故意当着众人的面摔倒，让自己出丑，这样他就能快速成为全场的焦点。果然，富豪看到后立马上钩，主动上前将他扶起。因为摔倒时弄掉了一只鞋跟，富豪还贴心的将另外一只也掰了下来。没想到自己的苦肉计效果还不错，让他成功和富豪搭上了话。一旁的闺蜜看后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赶紧为他拍照留念。虽然富豪是出了名的钻石王老五，但看上去却非常接地气，主动把女人和闺蜜介绍给他的朋友认识，还带着他们和这些有钱人一起喝酒吃饭，这让女人觉得原来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是高高在上，他们也有普通人的一面。但很快宴会结束了，富豪在朋友的催促下起身和她告别，这不禁让女人和闺蜜感到十分的遗憾。要是给她足够多的时间，说不定就能把对方搞定。但就在两人说话间，富豪又急匆匆地返回来，问两人想不想跟自己一起走。他刚刚买下了一座小岛，是个度假的好地方。女人和闺蜜正求之不得。在洗完澡之后，富豪还贴心地给每个女性准备了一件套装，不过所有人的都是相同的款式。对此，闺蜜感觉有点怪怪的，但女人却认为有钱人的品味可能就是这样。白天他们在泳池边喝美酒，晒日光浴，富豪为众人提供了烛光晚餐，全都是平时吃不到的上等佳肴。人们在一起有说有笑，互相攀谈，气氛相当融洽。酒过3巡之后，一个男人突然站起身，拿出了一个小药瓶，说这才是金拔起，正是女人为了讨富豪的欢心，这点东西又算什么？说完，富豪拿起药瓶滴进了女人嘴里，1滴、2滴、3滴，在女人的鼓舞下，其他人也不管3七21，全都尝试了一遍。紧接着，众人便觉得飘飘欲仙，爽到飞起。晚上睡觉时，女人突然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，她的白裙子明明在吃饭时沾上了番茄酱，为什么突然变得焕然一新？好像有人在不知不觉间给她换了一件新的。虽然很奇怪，但女人却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以后的每天里，他们都是洗澡、喝酒、日光浴，晚上就喝1滴蓝色药剂，开始疯狂的夜生活。女人对此非常享受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待宰的羔羊。这天晚上，他们正欢乐地开着派对，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惨叫声，紧接着闺蜜便跑了出来，大喊有东西咬了她。众人看到后顿时被吓了一跳，竟然是一条毒蛇。富豪突然冲出，用酒瓶将毒蛇砸了个稀巴烂。看着闺蜜手上的伤口，富豪却表示虽然毒蛇有毒，但他肯定不会有事。对此，闺蜜还是不放心，因为小岛周围没有医院，所以她想拿回手机拨打求救电话。但此时的女人已经鬼迷心窍，既然富豪说了没事，那就肯定没事。他们能来这里是多么幸运的事，她可不想现在离开。两人聊了半天，这才打消了闺蜜离开的念头。片刻之后，众人都在合影留念，只有闺蜜突然变得怪怪的。第二天，女人像之前一样起床洗澡，闲着没事还在小岛上转了一圈。路上，她看到一间红色房子，二话没说便推门走进去。这里面有点奇怪，到处摆满了礼品盒。她打开最里面的房门，竟然是那个佣人老太太。老太太在看到是她后，将一瓶绿色的药酒递给了她。看到对方如此好心，头也不敢回的跑了出去。当天晚上，女人就做了噩梦，梦到自己被人追杀，而其他人似乎也遭遇了什么。有的额头上被画了奇怪的图案，有的头发被剪得凌乱，也有的不知道被谁打了一拳。更奇怪的是，岛上好像突然间少了一个人，但又说不清楚到底是谁。看着坐在自己旁边正精神恍惚的三人，女人发现好像自己的闺蜜不见了。可当提到闺蜜的名字时，她们竟然说没见过这个人。You don't look so good. What's wrong? Yeah, what's wrong? 他们看女人好像看精神病一样，为什么突然提起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？这可把女人搞懵了。闺蜜明明跟自己一起来的岛上，而且他们一起玩了这么多天，难道是她记错了？女人有些不敢相信，她慌忙跑回宿舍，因为她明明记得闺蜜就住在自己旁边。可当她打开闺蜜房间的大门时，发现里面竟然摆满了杂物，好像已经很久没人住过了。难道闺蜜是她幻想出来的？她不断地拍打自己的脑袋，试图让这里的所有女人都成了富豪的玩物。随后，女人把安娜带到了红色小屋，因为她发现自己之所以记得闺蜜的存在，好像就是因为喝了老人的蛇毒药酒。蛇毒有以毒攻毒的效果，能让她们头脑清醒，回忆起更多的事。安娜听后果断喝了一口，为了让其他姐妹也摆脱控制，她们把蛇毒药酒带了回去。两个傻女人不知道这是蛇毒，纷纷喝了起来。片刻之后，她们的鼻子上流出鲜血，一些碎片化的记忆开始出现在脑海中。原来她们在晚上就会被富豪和朋友们奴役，对女人们做龌龊的事。不仅玩惊险刺激的猎杀游戏，还供来岛上的其他人享受。 She really won't remember any of this. The worse it is, the more they forget. All trauma gone. 与此同时，不会掩饰的安妮很快被史莱特看出了异常，他试探性的询问安妮是跳舞，安妮也配合着跳了起来，一度紧张的局面似乎被缓解下来。福瑞达和安妮也在伺机寻找机会。此刻另一边，爆炸妹在蛇毒的作用下终于想起了一切，她手持匕首狠狠走向卷毛，疯狂地朝他身上捅了一刀又一刀。而金发妹也加入了这场复仇大战。此时安妮取出事先藏好的武器，毫不留情扎穿了科迪的手掌，便疯狂追杀福瑞达。就在他即将痛下杀手时，安妮及时出现救下了他。此刻别墅内，
一头雾水的小帅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，还天真的认为大家只是磕嗨了。而另一边，福瑞达和安妮终于会合。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，此前福瑞达发现的那叠拍立得中竟然有自己的照片，这代表他曾经来过这里，已经不是第一次成为受害人。这让福瑞达顿时怒气值拉满，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这群男人。于是姐妹俩手持武器，大摇大摆朝着别墅走去。福瑞达佯装求救敲响了房门，但早已看出一切的史莱特没有上当，让懵懂的小帅前去开门。开门的一瞬间，小帅就被一枪爆头，而史莱特也趁机打掉了福瑞达的武器，将对美味的猎物。此刻的史莱特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坐在他面前，讲述着自己去年的所作所为被曝光后所做的忏悔。然而那一切只不过是一场表演。 I, Slater King, would like to formally apologize for my behavior. I've sought therapy, and I'm going to take a leave of absence from my company while I face these issues head on. I'm sorry. I'm sorry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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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连说了10几个对不起后，史莱特终于停了下来。福瑞达深知眼前疯狂的男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忏悔，他只会让所有知情者遗忘。他认为忘记能够解决一切创伤，于是研发了这种遗忘香水，将无数年轻女性诱骗到这座岛上，宣泄他那变态的欲望。这时安妮通过枪声吸引了史莱特的注意，然而没跑多远，他还是被抓回了别墅。这时福瑞达已经挣脱了束缚，惊恐地看着眼前的男人。You think I'm going to kill you? You're like my best friend. What? 下一秒，他拿起军刀走到安妮身边，在吸了一口随身的电子烟后，将刀架在了安妮的脖子上。但是史莱特却迟迟没有动手，他松开了安妮，眼神恍惚。原来他早已将史莱特的电子烟调包，用蛇毒替换了烟草，这才让史莱特捡回了丢失的记忆。最后，福瑞达和安妮成功逃出了起火的别墅，顺便带走了昏迷的史莱特。从小岛回来后，在一场慈善晚宴上，一脸茫然的史莱特再次遇见了他的心理医生瑞奇，而毫不知情的瑞奇人打算继续操控史莱特。I remember you. Hi, Rich. 下一秒，瑞奇就被警方带离了现场，而福瑞达也成为了史莱特的妻子，接手了他的科技公司。 Eat your steak, honey. Ladies and gentlemen, Mrs. Frida King. Look at me. 影片也至此完结。